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咱们现在有不少观众朋友啊，喜欢选择练瑜伽作为一种健身方式。那么呢，尤其是一些女性观众朋友，普遍认为瑜伽呀是一种优雅、安全、适合于所有人群、行之有效的锻炼方式。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美国《时代周刊》呢做了一组有关瑜伽带来身体伤害的报道。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说全美国练瑜伽的人里边，大概有1/1000左右曾经到医院处理过由于练瑜伽带来的伤害。你看这个数字比例并不是很高，可是这些人受到的伤害呢，往往是骨折、韧带损伤。这类伤害呢，发生在颈部、肩部、膝盖这个地方。成年人一旦在这个地方遇到损害，往往不可逆，严重的呢，甚至落下终身残疾。那么说，瑜伽运动到底会不会带来骨折、韧带损伤之类的永久性伤害呢？不仅仅是美国、中国这样的报道，最近这些年也越来越多了。你看，去年湖北就曾经有一位女同志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呢，弄得大腿骨折了。今年3月份，北京有个20多岁的女孩，她练瑜伽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样特殊的动作了，把这个膝盖那块那个软骨啊，居然能在练的过程当中给卡掉一块，最后到医院把那骨头渣碎片取出来了。我也曾经有个朋友，他练这个瑜伽的时候呢，教练给他又挤又压的，最后他感觉疼的不行了，到医院一看，腰间盘突出。就是瑜伽本来给我们感觉，你看慢慢悠悠的，不像有些剧烈运动，你看足球、篮球，你碰上了说伤害正常，这瑜伽好像不至于啊。那动作多慢呢，带冥想啊、舒缓呢，它怎么会带来这些伤害呢？那么这一点呢，咱们得具体的分析一下。首先有一点必须咱们得承认，现在这个街头巷尾啊，是个健身会所，是个健身场馆，就有瑜伽班。可是问题是，哪来那么多瑜伽的教练呢？你看瑜伽虽然动作很舒缓很什么的，可是你会发现弯胳膊撂腿的，他那姿势什么竖式的、弓式的、蛇式的，你会发现他对身体的柔韧性是有要求的。就像我们在体操的孩子，得教练给你微微腿呀、搬搬胳膊之类的。那万一这个教练要是个2把刀，或者说本身来说对这玩意儿就没资质，还不懂的，可以想见这个运动是会给人带来伤害。所以现在造成瑜伽运动给人的伤害很大一部分在于教瑜伽的这些教练他的素质有问题，他根本还不会呢。这个我随便举个例子，在2年前，应该2年半了，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一个女同学，她呢突然从哈尔滨呢来到北京。她平常很少这个离开老家。哎，我说你来干嘛来了？她说我到这儿来培训来了。我说你培训什么呀？我想练练瑜伽。哎，我说那倒好事，健身吗？她说不是，我练完了回去我开个瑜伽馆，我当教练。结果她在北京啊待了1个月，然后就走了。等后来再联系的，我说你1个月毕业了？她说对，1个月毕业了。怎么毕业的呢？她跟我一讲这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么容易啊？她就找到了一个培训机构，什么国际瑜伽协会什么玩意儿，名头很大，还真给发证书。什么国际瑜伽协会中国分会怎么的培训。他在那总共啊连吃带住在那地方待了大概22天左右，就我们说3周，然后就给发个证。这证书他就已经成了瑜伽的1级教练了，有资格了。而且他学的课程他跟我一说我都纳闷，除了瑜伽那些东西还教中医按摩，什么足底按摩之类的，反正你们都不知道他稀里糊涂教了些什么，学费可不低。那个3周左右他交了大概8000块钱学费。然后后来他回去一琢磨，其实就是花钱买个证，但是有这证呢，他回去能开瑜伽馆了。你就说这么短时间之内就出了教练，他能好吗？等我后来一打听，这种现象在瑜伽界是遍地都是。现在北京、上海只要是大城市都有专门的瑜伽培训机构，然后开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这培训班基本上就是给钱就毕业，给钱就毕业，培训也就是1个月半个月，然后就发证书。你要看这证书，你以为这个来头会特别大呢。所以瑜伽教练这块培训的乱象，你琢磨他乱到这个程度，
他没有学明白，回去就指导学员呢，你这么弯胳膊这么蹬腿的话，那很有可能一下子劲儿使不到，就给学员带来伤害。你看瑜伽那盘腿动作难度挺大的，你要不掌握正确的方法，那真容易出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培训乱象呢？因为这行业有需求，想干这人多，所以才有人有机可乘，在里边赚黑钱。那这个乱象，它强大的需求从哪儿来呢？咱们得给大伙好好说说这瑜伽运动。那么瑜伽到底是什么呢？这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瑜伽是古印度一个非常古老的健身术。瑜伽什么意思呢？它来自梵语，瑜伽的意思就是和谐集中，说白了就跟我们中国这个禅宗差不太多，就是呢你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意念调整，然后让精力集中，然后通过精力集中呢来刺激身体呀，恢复那种自我调整的功能，就让身体各部位敏感起来，能够自我调整，来达到健身的作用。而且这种冥想呢，就跟禅宗我们说入定，集中精力，这样使你的精神呢能够得到平稳舒缓。哎，这个是瑜伽最正确的一种解释：和谐集中，冥想，身体舒缓，然后集中意念，调整自身，发挥自身的这种自我治愈的功能，这是瑜伽的最根本之处。那么它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呢？你想想，你现代人整天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时间就是平心静气的想想。瑜伽就是通过这种平心静气的调节呼吸，然后让身体进入舒缓的一种状态。那毫无疑问，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确实会起到一定的好处。而且它这些姿势，你看什么竖式、弓式的，又弯胳膊撂腿的，它对于关节呀、肌肉啊、内脏啊这种活动肯定会起到一定健身的作用，这毫无疑问。但是问题就在这儿，现在不少练瑜伽的人、宣传瑜伽的人，把瑜伽认为这个东西凌驾在任何健身运动之上，什么也不如在这个。说我这个东西不光是调整肌肉什么的，你别的运动达不到效果我也能达到。你比方说能平心静气的，还治疗精神疾病，治疗心理疾病，治疗所有的你身体不适应。这种宣传其实它在无限夸大这个的功效，来忽悠大家。瑜伽有没有用？它有用，可是远没有现在你了解到的瑜伽夸的那么大，就把瑜伽这个运动的效果无限夸大，像个气球是越吹越大，好像这瑜伽现在就能治百病，而且相当有层次。也就是说，现在在做瑜伽这些商业开发的人正在做一种商业洗脑行为，说穿了就是忽悠大众。美国人呢曾经在这方面做了个实验，针对瑜伽的健身效果，美国健身委员会在2009年进行了一项为期3个月的跟踪研究。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分3组，第一组借助器械做高强度运动，如动感单车、杠铃、拉力器等等；第二组练习瑜伽；最后一组做常规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3个月之后，对这几组参与者进行心肺功能、肌肉强度、身体柔韧性、体重等方面的参数对比。结果显示，50分钟的瑜伽训练所燃烧的热量大约144卡路里，相当于散步55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练习瑜伽除了使身体柔韧性增强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改善。再检查一下他们身体，发现从这个筋骨肌肉的锻炼角度来讲，明显骑单车和慢跑的这些人要比瑜伽这伙人有用的多。从心血管的这种健康程度来讲，那些相对剧烈一点的运动往往比瑜伽对人体更有效。可是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练瑜伽的人普遍自我感觉我身体更健康了。那么瑜伽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准确来说，对瑜伽进行商业开发的人，他有3大法宝。第一个法宝是针对亚健康，说现在这人类啊，亚健康啊，多忙啊，一天呐，急急匆匆的，你看着好像没大毛病呢，其实你这都潜伏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可是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说你到医院去找大夫去，大夫我亚健康，大夫能给你看吗？怎么给你看呢？哪儿啊？没有。
亚健康这概念更多是心理概念，更多是社会意义概念。就说人在压力之下呀，健康可能出问题的一种状态叫亚健康，它不是你真有病了。瑜伽在利用亚健康这概念，有意无意的夸大，把它炒成什么呢？人有亚健康可不得了了，接下来什么病都容易出来，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可能一下猝死，完了呢。说瑜伽就是针对亚健康状态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你舒缓身心，自然这什么百毒不侵了，延年益寿了。所以瑜伽的商业开发者针对亚健康概念，把瑜伽的功效跟它一一对应。第二个法宝是冥想，这个跟别的不一样，因为冥想这东西啊很神秘。你看西方人看中国武术功夫很神秘，古老东方吗？同样，另一个文明古国古印度诞生的这瑜伽也被披上了神秘色彩。而且冥想给人感觉什么呢？升层次啊！我这不光是修身呢，我还修心呢。两个人一块这个锻炼，是你跑步，你打乒乓球，我练瑜伽，我比你层次高。为啥？我还能修心呢，我这修行呢，你那就不行了。所以往往还越是知识分子越上这个当。所以他用冥想的概念炒作呢，让瑜伽这个运动呢升级，使练的人产生一种修身又修心的上升人生智慧的一种错觉，以为自个儿达到那层次了。所以这是他第二个法宝。第三个法宝是什么？时尚。说这练瑜伽呀，现在可是时尚运动。你看那不少明星，尤其演艺圈明星，天天练瑜伽呀。而且这种时尚的感觉呢，扩展到老百姓当中，就是通过对演艺圈和名人练瑜伽这种效应的放大，然后自觉的带动一些呢追求时尚的人进到里边去。所以正是在这种商业开发的综合炒作和包装之下，瑜伽的效果被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越吹越大。我刚才说冥想、亚健康、时尚，这是瑜伽炒作的三大法宝。有人说谁在干这事呢？最早从美国起源，美国一些非常精明的商人发现瑜伽这个东西有包装的价值，通过它包装，然后再推广到日本呐、新加坡呀、东南亚呀、中国台湾呢，再到大陆。现在好多其他国外的项目也是抓住中国人这个心理。你比方说跆拳道，忽如一夜春风来，中国大街小巷遍地都跆拳道馆。为什么跆拳道能这么多人去练去呢？跆拳道从它的文化内涵和它的这个门道里边的丰富性来讲，它不如中国武术。可是你发现练跆拳道现在在城市里边比练武术多了。为什么这样呢？跆拳道的商业包装模式特别成功。首先他炒作的是个礼仪，进到跆拳道馆里边，俩人间点头，然后换上道服，劈腿，一展示给人感觉特文明，特有种仪式感啊，感觉这庄严肃穆。而且强身健体，还告诉孩子家长这不是打架，我们这伸胳膊撂腿强身健体，强调你的意志力。礼仪加上锻炼意志，再加上身体锻炼，所以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去学跆拳道，就是他的商业包装模式非常成功。可能有的观众不爱听这个，我觉得这东西挺好，对我有用，对你有用没错，但是你不能认为你这瑜伽比别的那些健身术都好都强，你这是时尚的，人家那就是土的，就档次比你低。现在这瑜伽就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我看看它哪天能吹爆了。因为咱们中国社会呢，确实是很多人呢现在正在担忧自己的健康，稍微有这一炒作概念呢，马上就进套了。所以我说为什么瑜伽现在这气球能越吹越大，为什么会出现瑜伽这个产业里边现在乱象丛生，而且瑜伽这个行当吸金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其实都是通过商业洗脑来实现的。所以我说大家要有个平和心态，瑜伽有没有用？有用，古老的健身术，但是看你这，你比方有的人说失眠，我想通过平心静气呀，能够思维集中，那没问题，你可以去练瑜伽。但是你比方说，我这腰腿疼啊，疼的不行了，你别轻易选择这个东西，你先让大夫给你看看你需要有什么样针对性的锻炼方式，别去盲目的直接就投入，觉得这个东西包治百病，什么都不如我这个东西好。你看我既时尚，哲学上又上层次，我还能强身健体。如果真把瑜伽想象成样样都能治的这种健身术，那你就是彻头彻尾被人洗脑了。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